第21章，孔德之容，为道是从。道之为物，为恍为惚。呼吸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呼吸，其中有物。杳兮明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今及古，其名不去，以阅众甫。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？以此解释大德的形态与道一致。道这个东西是恍恍惚惚的，没有固定的形体。忽啊恍啊，忽恍之中却有形象；恍啊忽啊，恍惚之中却有实物。深啊远啊，深远之中却有精气。这种精气是真实可信的。从古到今，它的名字不能废去，根据它才能认是万物的开始。我怎么会知道万物的开始的情况呢？原因就在于此。第22章，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洼则盈，敝则新，少则多，多则惑。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事，不自见，故明；不自恃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长。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古之所谓曲则全者，岂虚言哉？成全而归之。解释：委曲才能保全，弯曲才能伸直，低洼才能充盈，破旧才能生新，少取才有收获，多取反而迷惑。因此圣人用这一原则作为天下事理和模式。不固执己见，才能看得分明；不自以为是，才能是非昭彰；不自我夸耀，才显得有功；不自高自大，才能保持长久。正因为不与人争，所以天下就没有人能争得过他。古时所说的委屈才能保全等话，怎么能是空话呢？真正能全部得到它。第23章，夕言自然，故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孰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？故从事于道者，同于道；得者，同于得；失者，同于失。同于道者，道亦乐得之；同于得者，得亦乐得之；同于失者，失亦乐得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解释：少说话是合乎自然法则的，所以狂风刮不到一个早晨，暴雨下不到一整天。是谁使它这样的？是天地。天地的狂风暴雨尚且不能持久，何况于人呢？所以凡是从事于道的人，求道的就与道相同，求得的就与得相同，求失的就与失相同。与道相同的人，道也乐意得到他；与德相同的人，德也乐意得到他；与失相同的人，失也乐意得到他。不值得信任的，当然就有不相信的事情发生。第24章，曲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，自见者不明，自恃者不彰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。其在道也，曰于时坠行，物或物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解释：踮起脚跟是站不稳当的，故意跨大步是走不远的，固执己见的是看不分明的，自以为是的是看不清是非的，自我炫耀的是显不出功劳的，自高自大的是不能长久的。从道的观点来看，应当说是盛犯坠流，谁都厌恶它，所以有道的人不这样做。第25章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强自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大曰是，是曰远，远曰反。故道大，
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狱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解释：有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，出生在天地之前，无声啊，无形啊，不依外力而永远存在，不停地循环运行，它可以算作天下万物的根本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把它叫做道，并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大。大到无边叫做逝去，逝去叫做遥远，遥远可返回本源。所以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也大。宇宙中有四大，而人是四大之一。人以大为法则，地以天为法则，天以道为法则，道以自然为法则。第26章，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。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，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。奈何万乘之主，而以身轻天下？轻则失根，躁则失君。解释：重是轻的根本，静是动的主宰。因此，圣人终日行走不离开辎重，虽有豪华的生活，却不沈溺在里面。为什么身为大国的君主，却轻率地对待天下的事情呢？轻率必然丧失基础，妄动必然丧失主宰。第27章，善行无辙迹，善言无瑕谪。善术不用筹策，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，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。是以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；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。是谓习名。故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师；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资。不贵其师，不爱其资，虽智大迷，是谓要妙。解释：善于行路的，不留辙迹；善于言谈的，不留画饼；善于计算的，不留筹码；善于关闭的不用锁具却不能打开；善于捆绑的，不用绳索却不能解脱。因此，圣人总是善于救人，所以没有废弃的人；总是善于用物，所以总是没有废弃的物。这就叫做内在的聪明。所以，善人是恶人的老师，恶人是煽热病的借鉴。不尊重他的老师，不爱护他的借鉴，虽自以为明智而实际上很糊涂。这就是精深奥妙的道理。第28章，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。为天下溪，常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知其白，守其乳，为天下谷。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复归于朴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士。朴散则为器，圣人用之，则为官长，故大制不割。解释：知道什么是雄强，却安守柔弱，甘做天下的沟溪。甘做天下的沟溪，永恒的德就不会离失，回复到出生的婴儿的状态。明知什么是明亮，却安守黑暗，甘做天下的模式。甘做天下的模式，永恒的德就不会丢失，回复到最终的真理。明知什么是荣耀，却安守卑辱，甘愿做天下的川谷。甘做天下的川谷，永恒的德才可以充足，回复的淳朴，淳朴分散就成为器具。圣人们用它们是发挥他们的长处，所以大的器具是完整的。第29章，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吾见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，不可执也。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是以圣人无为，故无败；无执，
故无失。夫物或行或随，或虚或吹，或强或羸，或载或挥，是以圣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解释：打算治理天下用妄为的办法，我看他是得不到什么的。天下诗歌神圣的东西，是不能妄为的。妄为的人要失败，想据为己有的要丢失。所以一切事物有前行的，有后随的，有轻虚的，有急吹的，有强壮的，有瘦弱的，有小错的，有全毁的。所以圣人要去掉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措施。第30章，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，其势好远。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。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善有果而已，不以取强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骄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强。物壮则老，是谓不道，不道早已。解释：用道辅助君王的人，不用兵力在天下逞强，这是容易得到报应。军队住过的地方，就会长满荆棘。大战之后，必定有荒年。善于用兵的，只求有个好结果就行了，不敢用兵来逞强。有好结果了，不要自高自大；有好结果了，不要夸耀；有好结果了，不要骄傲；有好结果了，要看成是出于不得已；有好结果了，不要逞强。事物壮大了就会衰老，这就叫不合乎道的原则。不合乎道的原则必然消亡。